一个人的野外生存究竟能过得怎样呢？是衣食无忧，还是饥肠辘辘？仅凭一些基本的求生工具，能否在原始森林中打造一处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呢？手工打造的竹筒喷壶，为菜园的蔬菜生长保驾护航；精致的桌椅套装，也给野外生存增添了一丝家的温暖。泡上一壶野花茶，能够主宰自己生活的才是人生赢家。新一天的来临，熊哥还在睡梦中，然而昼夜的温差，还是要蜷缩着身体，才能勉强维持住身体的体温。看来也该为自己添置点保暖的设施了。穿上球鞋，查看一下一夜未见的长耳兔，清理一下秧苗附近的杂草，最后再查看一下新开垦的菜园。目前拥有的一切依然正常。带上乖乖，今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前往丛林寻找制作保暖物品的材料。一片芭蕉林，这些自然枯死的芭蕉叶，肥厚柔软的叶茎刚好可以被利用。将所有的叶片撸下，已经完全晾晒干燥的叶片，可以被编织成取暖的床垫。几十根数量已经差不多了。回到住所，两两一组纵向排列，横向十字穿插，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大小刚刚适合的柔软床垫就已完成。以后睡在这上面，升腾而起的温度会很好的维持住身体的温暖。当然自己有了取暖的装备，长耳兔和乖乖又怎么能忘记？熊哥用干燥的芭蕉叶给两个小家伙分别制作了专用的小窝，毕竟要雨露均沾嘛。这下再冷的天气也都不用担心了，寒冷的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正午的太阳又太过于毒辣，菜园的开垦、农庄的打造等等这些，熊哥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总是顶着太阳的暴晒也不是办法。他要为自己编织上一顶遮阴的草帽，依然是取用竹片最外层的韧性竹皮，每一根都要精细的处理，先摆好基底的造型，然后再一点点的交叉穿插，如此的循环往复，一个精致的草帽就呈现在了眼前。最后只需将外沿扩展到足够的长度，一顶能够为自己带来一丝清凉的手工草帽就已完成，戴在头上也是大小刚好。而这些多余出来的竹片，熊哥也没有浪费，他又编织出了一个趁手的簸箕，这样在以后不论是采摘水果还是收集蔬菜，自己都会方便很多。已经忙碌了这么久，也要寻觅点食物来填饱空虚的肚子。带上草帽和簸箕，熊哥再次向丛林出发。在一处灌木丛中，熊哥发现了可食用的野菜，连根带叶收割上几颗。旁边不远处已经完全成熟的木瓜，也顺便采摘上一个。圆乎乎的野生绿皮柚子，它不但可以补充丰富的维生素，并且果肉所含的水分也足够解渴。吃饱喝足，自己缺失的水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补充。然而饲养的长耳兔和栽种的秧苗却还在烈日下烘烤，自己必须要照顾好它们。兔子的饮水问题倒是很好解决，熊哥用枯竹专门的打造了一个饮水器，只需将其固定在兔笼中，不定期倒入山泉即可。然而看着逐渐干枯的菜园，熊哥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有专门灌溉的工具，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再次前往丛林，他要赶紧找寻到适合的材料。一小片竹林虽然只生长出了几根毛竹，但是每一根都长得比自己的大腿粗壮，这可真是太好了。选好最粗最笔直的一根，两侧分别开刀。一根近100斤重的毛竹，如果可以好好的利用，那就可以制作出很多有用的东西。然而搬运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熊哥在中途休息了好几次，才最终将其运回了营地。秧苗已经进入了缺水的状态，自己必须要加快脚步，切割出半米的长度。他要制作一个可以给秧苗洒水的喷壶，利用柴刀的尖头将竹节的半边打通，这是用于装水的入口。竹身靠近底部的位置上，再开凿出一个缺口。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厚重的竹臂需要熊哥足够小心的操作。等到打通以后，还要一点点的精细打磨。万一要是洞口开大了，或者出现竹身开裂，那之前的所有工作都将白费。总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要制作喷嘴了。一根粗细刚好的空心竹竿插在缺口上，大小刚刚合适，修整出刚好的长度。烧红的铁丝在竹节的尾端烫出用于喷水的喷头，已经差不多了。将喷嘴安装好，此时一个竹制的喷壶就已大致完成。最后只需要加装上把手，就彻底的完工。喷壶已经搞定，然而想要灌溉还需要充足的水源。熊哥还需要制作2个用于运输山泉的竹筒。再次行动，切割出2根1米左右长度的竹节，用树干倒穿坚硬的连接点，然后用竹皮捆绑，制作出便于提携的把手。最后再用竹片打造一个可以挑在肩上的扁担。毕竟如果2节竹筒全部装满水，仅只依靠手臂运输，那任谁都不可能做到。来到清澈的山泉旁，每一根都灌得满满的，插上扁担，用力的抬起放于肩膀。别看熊哥如此的轻松，挑水可不是有力气就行，这可是十足的技术活。有多少人小时候挑过水的？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身影，让大伙瞧上一瞧。回到菜园之中，将清凉的山泉水倒入喷壶，这满满的一壶足够滋养10多棵的嫩叶。仔细喷洒每一株秧苗，它们会在熊哥的精心照料下快速成活。辛苦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在抚摸完长耳兔之后，疲惫的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新一天的来临，熊哥再次投入到今天的制作当中。正所谓白手起家，
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仅凭双手一点点的创造，熊哥也正是为了他才从城市的生活中逃离，而今天要为自己打造出一套完美的桌椅。毛竹依然是制作的材料，每一节的两端都开凿出大小刚好的孔洞，然后再插入精修好的桌腿，刚好携带的钢钉，也为整套的制作节省出大量时间。装订好4角的框架，竹片的两两相连，为整个桌面的铺设提供足够的稳固。最后再整理出足够多的光滑竹片，整齐的排列，完美的固定，一个简易的茶桌，足够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了。同样的方法，熊哥又制作出高矮合适的板凳。虽然整套的桌椅看上去很是简洁随意，但毕竟是自己一点一点亲手打造，只要不影响使用，其他的一切其实都并不重要。不过这也算是自己的第一套家具。然而看着空荡荡的桌面，熊哥又突然感觉缺点什么。如果能够有一套休息室喝水的茶具，那就更加完美。想到了，那就开干。遗留下的材料中，这节竹根刚好适合，锯出刚好的长度，将两头一点点的向内切割，10多分钟的精细打磨，一个大肚子的壶身就已几乎成型，依然还是靠近底部的位置，开凿出大小刚好的孔洞。较细的竹竿再切割出大小相套的组合壶嘴，然后再修整出一根竹签，一端放在火堆上加热，反复的弯曲，直到形成把手的形状，最后再用钢钉固定在壶身的一侧，安装好壶嘴，一个精致的水壶就已大功告成。然而野外的飞虫还是太多了，为了安全，熊哥又制作了一个纯木盖子。这样的一件喝水的水壶，你觉得如何？是不是很像一件漂亮的艺术品？采上几朵野花，再倒入烧开的山泉水，盖上盖子，静静地等待着花香的融合。等到花香飘散，倒入竹制的茶具之中，花香混合着竹子的清香，将会彻底地扩散到整个口腔。坐在这荒野之中，享受着下午的闲暇时光，一眼望去，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地打造出来的。也许这才叫做真正的生活吧。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垂钓。一根自制的鱼竿被完全的拉弯，一个小小的水塘就能享受连竿的快感。这个品种的鱼你钓过吗？新一天的来临，熊哥观察着今天的天气，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整片森林，看来又要下雨了。然而用于取暖做饭的柴火已经快要烧完了。来到不远处的山坡，这里遍地都是被大风吹断的小树，趁着还未下雨，多备上一些干燥的柴火有备无患。现在已经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了。熊哥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求生工具，专门用厚纸包裹的鱼钩和一块小的铅皮。自己也该去休闲休闲了，毕竟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开垦菜园和制作家具。找上一根韧性十足的小枝条，将周身的分叉全部的打磨干净。娴熟的捆钩手法，用牙齿咬住线头，用力的拉紧，如此的力度才可以保证垂钓的时候不至于脱钩。反复拉紧，看来已经足够结实。只是这鱼线并不是常见的那种透明材质，用鱼线比对一下鱼竿的长度，相同的距离才更方便于垂钓。将鱼线缠绕在树枝的一头，刚好的长度，最后再将铅皮一点点的包裹在鱼钩的上方，一个不需要浮漂的荒野钓竿就已完成。不过这么细的一根小枝条，真的不怕断掉吗？临行前，熊哥还要制作一个用于盛放蚯蚓的器具。一切准备就绪，带上自制的钓竿，熊哥要去丛林深处寻找合适的水塘。一处流动的山泉，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一定有鱼，更何况是在这原生态的环境中。溪流边的空地上随便挖几下，几根蚯蚓就足够使用。挂上钓饵，熊哥要在这里来试验一下自制鱼竿的效果。虽然只是一点点的小水坑，但石缝中还是有溪鱼隐藏在里面。抛钩入水即可直接进行垂钓，蚯蚓在水中上下扭动，能将隐藏的溪鱼尽数引出。熊哥看准时机，猛地一提，上钩了。虽然只是一条小鱼，但至少保证今天不会空手而归，并且试验也很成功。看来自己制作的钓竿没有浮漂，但是效果并没有受到影响。该去找寻一处大一些的水池了，顺着水流继续向上游进发。一个溪流冲击而成的平台，熊哥找到一处水位看起来比较深的地方，直接抛钩入水。他需要通过干烧的反应来判断是否有鱼吃钩。仅只是1分钟的等待，竟然就有鱼咬钩了。猛地一提，小枝条制作的鱼竿瞬间就已被拉至完全的弯曲。看来这条鱼的体型不错，这个弧度怎么也有2两重吧。直接提出水面，原来是一条纯野生的胡子鲶。不过在山泉水中长大的就是不一样，光看上去就能感觉到肉质的鲜嫩了。熊哥用小树枝穿过溪鱼的嘴巴，暂时先将其放在水中以保证它的存活，继续将鱼钩抛入水中。还没有10秒钟的时间，干烧就再次有了反应，看来这是要连竿的节奏啊。不过这条鱼倒是很聪明，被勾住的瞬间就向旁边的石缝中钻去。然而作为钓鱼佬的熊哥又怎么能不知道这样的小把戏？当然是不可能让它得逞的。别看鱼竿小，直接生拉硬拽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又是一条胡子鲶，体型也和上一条差不多。眼前这水塘的面积不大，但是鲶鱼倒是不少。第3竿再次入水，这好像就叫做底接吧。鱼钩还未完全的沉底，就已经被再次的咬住。然而这一条好像有点难度，
他已经完全将鱼钩拖入到了旁边的石缝之中。不过熊哥倒也不慌，直接展示了一把专业的控鱼技巧，稳稳地立起竿尾，根据他挣扎的方向不断的调整，最终一点点将溪鱼从石缝中成功拉出，在水里将鱼的力气卸完，仅2分钟的僵持就将它提出了水面。这条鲶鱼的体型好像比前2条都大一些，难怪这么有力气。不过将它提出水面时，熊哥也将它放在了乖乖的面前，炫耀了一番。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像不像你钓上一条大鱼后和朋友炫耀的画面一样？随着第4竿的入水，不到5秒钟的时间，依然还是稳定的控鱼技巧，双手紧紧地握住竿尾，整个鱼竿都已经弯曲到了180度。但是熊哥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只要能将其拉出石缝，就一定可以成功的拉出水面。随着鱼头脱离出水面，短短的10分钟时间，熊哥已在这个小小的水塘中收获到了4条胡子鲶，并且每一条都超过了2两。今天的手感算是得到满足了，也该回去来上一顿正宗的荒野烤鱼了。将鱼竿放好，升上火堆，倒上点山泉水，将鲶鱼处理干净，炉火也准备的差不多了。修整出4根带尖的竹签，直接的从鱼的嘴巴贯穿，让鱼的身体保持平面，才能受热均匀。火堆上的明火已经完全的燃尽，依靠木炭的余温，就能完全的激发出鱼肉的鲜嫩。一点点的烤制，不停的翻转，半个小时的等待，所有的鲶鱼都以2面焦黄香味扑鼻。准备一下调味料，毕竟自己有这个条件。竹屋的旁边就是自己栽种的辣椒，只需要摘上几颗，再一点点的研磨出汁水，本身的味道才能足够的刺激味蕾。胡子鲶已经完全的熟透，准备好2片宽大的树叶作为铺垫，将所有的鲶鱼取下，鲜嫩的鱼肉沾上点辣酱，这样的荒野小烧烤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陪着自己的乖乖也不能忘，自己能吃肉就绝对不会让他只喝汤。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环境和资源，你能够在此钓个几天呢？你花3000块钱安装的净水器，确定比它要好吗？竹筒制作成的3层阶梯、碎石和细沙的混合填充，24小时的山泉供给，这样的一套自制荒野过滤装置，将会给农场的打造带来怎样的变化？潮湿的雨林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熊哥也开启一整天的工作。附近的大片较为平坦的荒地，在不久的以后都将成为自己的开发对象。先顺带清理一下周边的杂草，这也为以后的工作省去不少的时间。然而正当熊哥忙于清理的时候，却听到了某种声响。沿着声音的方向搜寻，原来是一处经过长时间的渗透，才刚刚冲破土层的山泉暗河。这是个极好的消息。熊哥兴奋地扒开枯叶，确定泉眼的大小。如果水流充足，那对于农庄的打造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能够拥有充足的水源，那么无论是蔬菜的种植还是畜牧的养殖，都不会再有任何的限制。这么重要的发现，已经让熊哥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了。他要立刻的将其利用起来。笔直的空心毛竹是天然的运输管道，10多米的长度只需砍伐3根就已足够，然后在每一根的竹节处都开凿出缺口，并使其前后的贯通，这样一个可以让水流畅通无阻的水管就已完成，全部运输到既定的位置。只要能够保证每一根的首尾相连，就可将山泉引流到竹屋的旁边。准备一些竹皮作为捆扎的材料。然而为了管道能够足够的牢固和持久，熊哥又砍伐了一些树干作为整条管道的支撑底座。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安装了。先用石块和泥土在泉眼处堆出一个小的蓄水池，只有保证充足的蓄水量，才能让水流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断层。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树干被削出尖头，依据自上而下的倾斜地形，竹根插入地面，然后再将竹筒依次降低高度捆扎结实。天然的斜坡距离，只要保证竹筒与地面大致平行，就可以让水流顺畅的通行。管道的铺设已经全部完毕，将入水口封堵结实，山泉全线贯通，也将意味着从此以后不用再为水源而发愁了。所有种植下去的蔬菜秧苗也将可以得到充足的灌溉。然而并不是水通了就意味着工作的结束，毕竟是要打造自己的私人农庄，将每一步都做到完美，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结果。熊哥又花费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落水点的位置搭建了一处竹制的高台。有了这样的设置，就可避免水流直接冲击而导致路面的损坏。同时为了减少水流的喷溅和自己能够更好的取用，熊哥还用竹筒制作了一个水井喷头。如此一套完整的水源供给系统就已完成。然而即便这是山泉水，水中所含有的杂质和寄生虫却依然存在，如果长期直接饮用，还是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况且自己要长期在此居住下去，如何能够获得更干净的淡水就显得尤为重要。熊哥还要手工打造出一套可以过滤淡水的装置。再次砍来一根粗壮的毛竹，接近200斤的重量，耗费了他很大的力气，这才将其搬运到住所。正式开工，先用手工锯出依次长度的3节，然后再根据位置的高低不同，分别标注出将要开凿的位置，利用柴刀的刀尖一点点将其贯穿。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耐心，这是用于安装出水口的孔洞，
最后再用竹片将3个竹筒进行整体的固定，然后再依次的插入制作好的出水口，一个拥有3层过滤效果的装置就大致的成型。在新搭建的水道旁整理出一块用于安放的空地，周边填充好泥土，一个手工打造的过滤装置，此时就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了。拿上2个箩筐，熊哥要去溪流边收集一些天然的过滤材料，就是这种经过长期冲刷堆积而成的细小碎石，淘洗掉本身所含有的泥沙，堆积起充足的数量，便可以将水中大颗粒的杂质尽数隔离。2箩筐的数量已经足够。来到装置前，先将碎石倒进竹筒1半的高度，而剩下的空间再用细沙完全的填充，一大一小相互融合，在固有的空间内二者的紧密连接，将汇封堵住任何一丝的缝隙，这样便可将通过的水流过滤得足够干净。过滤装置已经完成，最后再用竹竿将部分水流引导至最高的竹筒上方，等到泉水将每一节的竹筒灌满，被过滤一遍的山泉水才会通过出水口再次流向下一节，如此反复3次，等到泉水最后流出，所有的杂质都已被消除。看看这清澈的淡水，即使直接的饮用，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整整1天纯手工的打造，这样一套荒野供给过滤系统，你们觉得做工如何呢？烧柴火的热水器你见过吗？手工打造的泥坯锅炉房，3根水流循环的加热管，添上柴火，在野外就能洗上热乎乎的淋浴，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然而在山洞中发现的2只小奶狗，又该如何处理呢？昨天搭建好的山泉供给装置，为菜园的灌溉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熊哥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了，秧苗在他精心的照料下，也都长势良好。看来实现蔬菜自由的日子并不远。来上一杯早茶，1天的工作正式开始。采摘完的玉米地已经完全晾晒干燥，把秸秆全部砍倒，将有利于第2次的播种。然而玉米杆所引起的皮肤瘙痒，也让熊哥痛苦难耐。相信干过这活的老铁应该都深有体会。一个上午的忙碌，浑身的汗水和瘙痒，此时熊哥迫切需要彻底的清洗。然而冰凉的山泉水要是直接使用，很有可能会让自己感染风寒。制作一套加热的装置已是迫在眉睫。昨天尚未用完的毛竹，切割出等长的3段，分别标记出将要开凿的位置。每一节的2端都对应切割出一个方形的缺口和一个圆形的孔洞，然后再精细处理出小的贯通竹节，最后再逐个的插入孔洞之中，一个3节循环的 S 型储水加热管道就已初步的完成。然而想要适合的水温，如何打造一个可以实时加热的锅炉是最重要的环节。为了让待会搭建的锅炉能足够的坚固和长久，熊哥砍伐了几根粗细刚好的树干，每一根都削割出尖头，然后依次的插入到山泉管道的旁边。他们将担负整套搭建的承重，随后在顶端再加装上用于盛放管道的4边横梁，故意倾斜角度是为了让安装完成后的山泉水可以顺畅的自上而下自行流淌。整体的框架已经成型，紧接着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在下方的合适距离处再次的捆扎出4边的平台，上下所形成的宽大空间，再用竹片捆绑出围栏，待其彻底的固定，一个悬空的可供生火的独立空间就已成型。当然，如果想让火堆可以在其内部肆意的燃烧，制作出一个可以隔开明火的墙壁就可完美解决。刨挖出泥土，再薅上些干燥的枯草，全部切割成段，加水充分混合，这样搅拌出来的泥巴可是建造土墙的绝佳材料，相信在农村生活过的孩子对此都并不陌生。最后再将其全部的糊在竹片之上，一个手工打造的小型锅炉可以立即的投入使用。将3节管道依次的摆放平整，山泉水在注满第1节的竹筒之后，就会流入到下一个竹节之中，刻意制造出的时间差，便可以让下方的火堆拥有了充足的加热时间。这样的设计还真是巧妙。接下来就是要检验一下效果如何。捆绑上1节引流的竹竿，让出水口刚好对准最上层竹筒的缺口，而刚刚建好的炉内则要添加上柴火，等到水源连通，每一段竹节都有超过10秒的加热时间，并且存入竹筒底部的泉水也并不会立刻的流出。在持续加热的状态下，冰凉的山泉不断注入，刚好可以进行冷热中和，一个水温刚好的野外热水淋浴就已彻底的完成了。熊哥试了一下水温不冷不热刚刚好，迫不及待的脱掉衣裤，他要来上一次彻底的享受。如此一套自制装置你觉得如何？只要烧上一把柴火，就能在野外洗上一把热水澡，一边听着森林的鸟叫，一边来个月下遛鸟，无论你怎么扭动都不会有人看到。新一天的来临，勤劳的小蜜蜂已经忙于采集花蜜，而背上竹篓的熊哥也再一次向着自己的菜园走去。然而让其接近崩溃的画面即将要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昨夜的狂风暴雨让自己栽种的玉米秧苗已损失过半，就连尚未成熟的柚子也被撕扯掉落，而这也意味着自己的食物储备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充足。不过幸好自己栽种的面积足够大，否则这样的损失自己很可能将无法承受。事情既已发生，但生活还需要继续。远处的一串芭蕉看样子已经成熟，它的口感虽不及香蕉，但是能补充丰富的维生素，对自己也是极其有利的。
将树干直接砍断。倾倒而下的芭蕉串应该有10多斤重，逐一的将其分割开来，才能方便携带。正当熊哥专心处理的时候，好像听到前方有什么异样的声响，赶紧将芭蕉全部装入背篓。熊哥循着声音的方向去一探究竟，一处高大的岩壁旁，熊哥看到了乖乖已经到了这里，并且他还听到了小狗的叫声。原来还真的有2只刚刚满月的小奶狗被遗弃在山洞中，这难道是乖乖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和小母狗在此私会所产下的幼崽吗？不过好像时间并不对，看来乖乖也应该是循着声音找到这里的。2个小家伙看上去还挺可爱，然而在这样的荒郊野外中，没有母亲的陪伴是极其危险的。不知道是狗妈妈外出寻找食物，将2个小家伙留在了这里，还是孩子已经满月，自己毅然决然地离开的。熊哥已无法判断，万一狗妈妈回来后找不到孩子，肯定会抓狂。熊哥还是决定将2个小家伙再次放回山洞，准备离开。然而此时的小家伙追着跑了出来。经过短暂的思考，这可能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熊哥还是选择将小奶狗带回，并且好像乖乖也挺喜欢。然而这2个小家伙是否能够存活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见证吧。